此乃护国君王代代相传的王冕，戴上此冠，陛下便可拜山敬神，以万民之福祉为己任。等我出来，我要杀光你们！既然如此痛苦，为什么不动手杀了我？因为无缘无故、无冤无仇。我说过，只要我不让你死，你就死不了。老板，老板，别老板着这么好看的一张脸嘛！停业！停业！停业！你的神辉一定还在，我一定要找到。你可把今日当做我们的初遇。从今往后，我会给你重新制造属于当下你我的记忆。你为什么要把修为都渡给我？我留给你的都是你喜欢的人和东西，无论你在哪里，我都会回到你身边。自从我以血滋养灵火以来，便开始频繁做这样的怪梦。这究竟代表了什么？燕夫人，杀害思贤贵人的真凶已经找到了。您可以出狱了。是陛下找到的。难道他抓住了右眼？不可能。具体的，燕夫人，不如当面去问陛下。请。怎么突然下雪了？这场雪是司马娇造的，难道他已经回忆起来了？映山河浩荡碎裂眼前，几十流光手来锦绣万千，顷刻间化成爱与之间。当阡陌一念善恶明辨，多少灵魂遁入无垠荒野。风一脉灵火相牵，不见天明，偏与你缠绵。停言。最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。风月最远，弹指间爱可以幻灭。最爱无边，热波浪一生时光，就算这一世万劫不复，也定要和你纠缠。
师祖，师祖。师祖，怎么是你？师祖身上的伤疤，难道是被封印时留下的？这是你能随意进来的地方吗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进来的。说，你是来做什么的？我知道了，师祖您有烦心事，想看有没有机会讨好您。我能有何烦心事？但是我想到了一个法子，也许能让您开心一点。让我开心。成功了！这是我用师祖您帮我提升的修为变出来的，如何啊？我为你提升修为，你就拿来做这些。这能让你开心啊，不好吗？真是可笑，你这些雕虫小技，对于我而言，好美啊！怎么样？有没有让你凉快点？老板，老板，别老板着这么好看的一张脸嘛！除了下雪，你的修为还能为你做很多事。这就是司马教的灵符了。怎么没反应啊？难不成是神魂受伤太重？没有攻击性了。师祖，我来救你了，开个门呗。师祖，司马娇。娇娇，这么容易就开了？
的灵符怎么跟火焰山似的，时时刻刻这么难受？换我也得发疯。他将永生地活在灵火灼烧的痛苦之中。我不愿意他有这样的一生，不如就此结束凤山一族世代的悲剧。这便是娇儿降生世间的使命。你若是莽撞行事，说不定会死的。司马昭，这么简个神魂碎片，还有传染情绪的作用。司马昭，你这么治愈的吗？我平时带你吃喝玩乐都没有让你开心一点吗？不要，不要，这是神魂内核。如果这个要是碎了，人就会彻底灰飞烟灭。不，停下，快停下！不要！我要怎么才能按住他？司马昭，我是不是要死在你的灵符里了？我已经快忘了我是谁，却能清晰地感知到你所经历过的喜怒哀乐。我说过，只要我不让你死，你就死不了。他醒来不会杀了我吧？
我就说你可以吧。现在他的情况稳定很多了，你再努力几次就搞定了。再努力几次，一次我都死去活来了。我以为你这么闯进去，神魂多少要受损的。现在看来，你不但没受损，还得了好处呢。你闭嘴吧，你个熊孩子！哼！他不是喜欢你吗？说不定你能进去呢。师祖，我来救你了，开个门呗。那不然你告诉我你的真实想法，我想听实话。因为我对你珍而重之，不想让你受丝毫伤害。他说不定有那么一点点喜欢我呢。哎呀，不，太膨胀了。人生3大错觉之一就是对方肯定喜欢我，10有8九都是自作多情。清醒一点，清醒一点。对方可是活了起码500岁的老祖宗，怎么可能喜欢我呢？就算你喜欢他，他也不会在意你那点喜欢。你区区一个筑基期的小修，跟我谈喜欢，你真可笑，日日挂念着情爱，怪不得你们那里的人修为毫无精进。我不可能救了一半不救了吧？这半途而废的岂不是更浪费？哎呦，我好人做到底，送佛送到西。廖天恩的灵府竟如此宁静舒适。我之前好像都没有怎么认真看过你的容貌，所有的印象好像都停留在第一次见面那一天。当时我旁边那个人的尸体倒下了，血溅到我的裙子跟手上，我冷汗都吓出来了。再后来，我看到你对抗越来越多的人，又渐渐了解到你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往。我遭受过的痛苦，都要一一讨回来。师祖，我们这是冲破封印了哈。没错。对你的害怕反而没有那么深了。到现在我已经完全不怕了，哪怕想着你醒来会对我发飙，说实话，我一点都不紧张。这么柔的耳垂，怎么没生成个有妇之人？
你醒了。目前这个问题很难跟你解释。熊孩子臭火苗，说什么起码要帮他融合修养3次，他才能苏醒。现在才2次，谁教你的数学啊？我似乎睡了一个好觉。那可能有我的功劳。你胸口的伤也快好了，这灵药可真好使啊！最好用的不是灵药，司马乔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？你现在是不是算彻底好了？我上次进你灵府，发现里面好糟糕。要是换成一般人，是不是早就疼死了？我是一般人吗？那便是没事了。都怪我，非要取什么古玉物，是我太天真了。在这样的乱世，怎么会有那样的桃花源呢？痴心妄想，还差点害了你。待我将仙魔两界的脏东西都清除干净，你去到哪里都是古玉物。你烧一统仙魔两界，问过魔域老大的意见没有？我的道侣是魔主，我不应该担心此事吧？我这只是捡来的魔主，没有实际话语权的。他们让我当魔主，不过是因为我体内的魔丹，表面上看着听我的话，实际上还得看我表现。魔域就是个强者为尊的地方。你是这天地间唯一能让我不战而降的人，便是至强之人。魔域的人可没那么好糊弄。我会为你把一切安排妥当，你便好生做你的仙羽。你这般为我着想，我也不能当甩手掌柜。我觉得不管是内战还是外战，打起来最受苦的还是普通老百姓。要不我们搞个仙魔两族大融合，至于那些顽固分子，留着慢慢整治便是。听你的。公主，这怎么回事？是师祖和师祖娘娘。司马昭居然没有死，
我们的魔主怎么会变成他们的始祖娘娘？我就说，他根本诛灭不了灵火，还跟司马交勾搭上，你们还要认他当魔主？战争毕竟不是长久之计，我与仙府师祖已经商议好了，他会为我们解决魔族缺乏灵脉修炼的问题。此话当真？好事啊，太好了！这对我魔域来说，可是可遇不可求的大事啊！有一条规矩需要遵循，只要魔域之人不再挑起仙魔两界的争端，便能同仙府之人一样，靠着灵脉增长修为，从此便不必寻求那些邪魔歪道、吃人取丹的术法。若有不知好歹的挑事者，我们听魔主的。那从此，仙魔之战彻底落幕，往后永不再设结界，相互交通，和平共生。你们也需要以身作则，给仙府以外的子民树立榜样。是。来，您看看，各色的糕点都有。哇，自己家做的，真香！很好的。不行，我在寻剑。哎呀，来，姑娘，不过闻一下，你看看这种，没问题吧？这种，嗯，这种很甜，很好吃的。嗯，行。展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顺路来看看你。小七，饿不饿？我不饿，我巡街的时候不会饿的。这是我最喜欢的城西的那家吗？我不吃了。放心吧，我已经跟马汉说了，不爱。真好吃。展大哥，城西那么远，你怎么过去的啊？顺路而已。包子！哎，你们这群小屁孩怎么回事？你还我包子！没关系，我再买一个就是。可是城西那么远，我轻功好。哪来的婆娘？挡住你爷爷了！你放开，放开我！不放！这么小就偷东西，小心我送你去见官！啊？哎，小偷跑了。这片街区我都熟，他跑不掉的。我倒是问一下你。你怎么证明这个钱袋就是你的呀？你是何人，也配来问我？在下开封府的捕快。姑娘有什么冤屈，直接去击鼓鸣冤吧。你怎么知道我是姑娘？哼哼，这里面真的是你的东西啊？是啊。这可都是大内的东西啊！这戒指，上品，金黄色，一般人可都是买不到的呀。你确定是你的？仔细一看，又好像不是我的钱袋，大概是认错了。喂！去哪儿了？哎，看看啦，各色糕点，来看看嘞，自
莫不快，你来了，到我巡街了，你快回去休息吧。哦，那我先回去了，你辛苦了。哎，小七，展大哥，你好快啊！给你买了包子，正好我饿了。来，你也吃。走吧。走。你别说，这天气还真热。怎么样？今天还好吗？哎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这一天天都是这些事儿，要不然就是谁家的鸭丢了，谁家的鸡丢了，不然就是两口子吵架，这些事儿都来找我。哎，你平时都干这些事儿啊？啊。哦，对了，我今天见到公主了。是吗？在哪儿？我今天看到一个女扮男装的人，说钱袋丢了，我就帮他捉小偷。后面打开钱袋把东西还给他的时候，人就不见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今天有什么收获吗？你说这个公主女扮男装，她能去哪儿啊？无非就是一些男子去的比较多的地方嘛。公主每次跑出来都女扮男装，经常藏匿在3元赌坊里赌钱，翠凤楼里面听听戏，或者文殊院里面听书，再要不然……看样子啊，你对公主的喜好和习惯还蛮了解的嘛。的确。哎，小七，小七，你别走那么快，小七，小七，你听我说，小七，张大人，张大人，何事？你们可回来了？包大人在书房等你们，说有事跟你们说。包大人，我说了吧，我今天在大街上遇到的一定是公主。莫不快，包大人，你不用问了，你肯定是想问我为什么知道这个人就是公主了。我今天看到她的时候，她穿了一身上好的男装，而且身上有一股淡淡的沉香。她身上的装饰全部去掉了，可是痕迹都在。我还记得，当我靠近她的时候，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脂粉味儿。但是这个脂粉啊，它不是那种寻常街上卖的那种普通的脂粉，是一种很特别、很稀有的味道。再加上这些东西，她不是公主，谁是啊？堂堂公主，流连市井之中，还扮成男子，成何体统？大人，事不宜迟，我们这就去寻回公主。公主此次女扮男装，还丢了钱袋。若是想要留宿，能去哪里呢？公主自小与宁王交好，以展某的理解，公主应该在宁王那儿。是啊，展护卫，你还是赶紧去看看吧。以你对公主的了解，除了你，也没人能找回她了。莫姑娘，展护卫对公主也没有那么了解，只是公主从小就喜欢，偷溜出宫。展护卫抓她抓多了，抓出经验来了。只是公主从小娇蛮任性惯了，别人抓她，她不从，还会把事情搞越来越大。只有展护卫才能管得住她。包大人，时间紧迫，我们先去寻公主了。莫不快，走。莫不快，本府有件事情想告诉你，是关于李许的。那我先去门口等着。这是李许托本府保管的，说是给你备的嫁妆。如今，我想应该物归原主了。这件事儿我哥跟我提起过，不过现在这个东西我暂时也用不上。包大人，
你能不能再帮我保管一下呀？也好，放在我这里保管。等你有一天找到那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，再来这儿取。包大人，我能问您个问题吗？什么样的人是可以托付终身的呀？这个我倒是不太确定，可能就是那个可以让你安心、能够相伴余生的人吧。相伴余生。小七，小七，小七，你听我说，小七，小七，公主之所以听我话，是因为什么？那是因为小时候，因为小时候你们俩已经订婚了呀。参见王爷，得公主敬重，是展某之幸。不过订婚一事，切不可乱说，那是公主胡闹罢了。展某并无此意。订什么婚啊？丫头，这事你都不知道？公主寄情于展护卫，那可是全天下皆知的。我跟你说，俩人小的时候，公主跟展护卫，王爷，他们俩还拜堂成亲呢。王爷，小孩子玩闹做不得数的。王爷，公主此时下落不明，还是应以正事为重。若是不介意，可否告知公主的行踪？哎，就知道你会来问我公主在哪儿。与其等着你们来问我，不如我直接来找你们。正好，我好好看看丫头。哎，听说你最近巡街了，街上怎么样？有什么好玩的？你就先别说这么多了。公主在哪儿啊？我可不能告诉你。我答应小鱼儿了，她的行踪我谁都不能告诉。哎呀，那你来干嘛呀？拦着你们呀。王爷和公主有意隐瞒，我们肯定是怎么找也找不到的。只是，此事乃皇上所托，也涉及到公主的安危。王爷还是不要为难属下，让公主快些回宫。哼，想不到这堂堂展护卫居然也有装熊的时候啊！行，本王给你个机会，让你好好待最地宫官复原职。你就好好求求我，如果我一高兴，我就告诉你公主在哪。你别太过分了。我怎么过分啊？我可是一介王爷，当今圣上的亲弟弟，他只不过是个小护卫，跪在我面前那都是理所应当的，是不是？展护卫。是。哎呀，这样吧，你只要告诉我公主在哪，我就答应你一个条件。2个。啊，你还来劲了。3个。成交。你说好了3个，不许反悔。好。你看这个啊，瞧见这清单没有？把这清单上所有吃食全都给我买下来，一样不许落。这么多，你吃得完吗？你可是说过答应我的要求的。行了行了行了，银票管够。好。哎，快去快回啊！我在这等着你啊！哎，你干嘛去？回王爷，展某可没有答应王爷任何的要求。哎，那你也答应我一个呗。客官来点什么？老板，我要这个。好好好。哎，等会儿。那个糕能尝一下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们这儿不能尝。那不能尝怎么知道好不好吃啊？不好吃你干嘛买啊？那你赶紧给我包起来。好好好。应该都买齐了。要是这些吃的都是给我自己买的就好了。哎呀，现在可以告诉我们公主在哪儿了吧？别着急啊，丫头，坐下吃点儿。我可没心情在这陪你吃吃喝喝的，你赶紧说吧，在哪儿？那可不行。你看这个，东城的糯米糍糕，香甜软糯。还有这个，金梁桥的芝麻小元宵，香甜可口。
西式的绿豆饼，清凉解暑，还有其他这些，都是本王费尽心思特意为你搜罗来的。你要是不吃，那不是枉费了我的一片心意吗？小七，想吃就吃点吧。不行，拿人的手短，吃人的嘴软。你可是有什么事儿要求我？我们开封府可是公事公办啊。我没事还不能请你吃点东西了？不能。说吧，到底什么事儿？本王喜欢，不行吗？哦，那就算了。那你赶紧吃吧，吃完跟我说。算了，我也没兴致吃了。你这丫头还真是倔。行，我现在就告诉你公主在哪儿，跟我走。走，快！你可别忘了，还欠着我2个要求哦。放心吧，记着呢，记着呢。报！王爷，不好了，公主说要去开封府，怎么也不让我们跟着，结果倒把路被歹人给劫走了。什么？被劫走了？那帮劫匪说要黄金10万两才能换公主的性命。那现在人在哪？在城郊5里外的树林。王爷，我马上去追公主，你去开封府调些人马过来。好。哎呀，不行，我得赶紧备好银子。陈大哥，我在这儿。放了公主。10万两黄金带来了？没带。上！走！你们2个去哪儿？你别过来！过来我就杀了他！张大哥，救我！别过来！救我！别过来！公主，张大哥，你没事吧？我浑身无力。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你还好吧？我一点儿都不好。你谁啊？我是……小玉儿，你说说你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让你在这好好待着，不要乱跑。我只不过是想去开封府见一见展大哥，我怎么知道会被人盯上？好久不见啊，展大哥！啊，你们当公主的这么不避男女之嫌吗？展大哥，他是谁啊？他是我们开封府的捕快。女孩子家在男人堆里当捕快，听起来也不怎么避男女之嫌。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拿我钱袋的那个家伙。你胡说什么呀？那个钱袋是贼脏，我已经交到开封府去了。再说了，那里面的东西我一件也没拿。既然如此，你快将钱袋还我，里面的东西重要的很。那钱袋已经交上去了，我无权过问。你不是捕快吗？我记得你那天还神气的很呢，怎么这点事情都做不到？回公主，钱袋已由包大人交还圣上，公主回宫自可以查证。对呀，小玉儿，你说你一个公主，你跟一个丫头较什么劲儿呢？我算是看出来了，
你这香野丫头着实厉害，让展大哥、小皇叔都如此袒护。我就是厉害，我还能看得出来公主在说谎呢。那些绑匪啊，根本就不是来绑你的，跟你都是串通好的。你说说看，你出宫之事那么隐秘，也只有皇上、开封府和宁王知道，那些绑匪是怎么知道的呀？而且你出来的时候也没有穿宫中衣物啊，那些绑匪是怎么知道你公主身份的？那兴许这帮绑匪有幸见过本公主的真容呢，所以他们才下手的。好，那些侍卫是怎么能这么快就前来通知，而且通知的地点这么精准啊？废话，不告诉他们地点，他们怎么拿钱来赎我呀？行，你说的都对。那你脚上一点泥土都没有沾上，这说明你是坐马车过去的呀。我看见你的时候，你身上绳子绑得那么松。公主，你解释一下这么多疑点吧。你啰啰嗦嗦一大堆是何用意啊？本公主想怎么着就怎么着，你管不着。行，你爱回去不回去，反正我跟展大哥去回禀皇上去。展大哥，我不回去。以前你送我回宫之前，都会带我去听书的。松开！你凶什么凶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你是说你们不要闹了。哎，小玉儿，皇上已经知道你在我这儿了，特许你在外面玩几天，让展护陪着你。让展大哥保护公主？对呀，皇上亲口跟我说的。空口无凭，没有用。哎，丫头，皇上口谕你都不听了？展大哥，是不是？那太好了，我最喜欢和展大哥一同闲逛了。这几日便要劳烦展大哥陪着我啦。对，哎呀，反正公主都已经找到了嘛，你们赶紧回开封府跟包大人说一声。是。好，展大哥，我们先回去吧。公主记得来找我们玩哦。展大哥，我会去找你玩的，到时候莫姑娘可不要多事阻挠才好。我不会的。走。小玉儿，小皇叔也知道，10万两黄金，刚好是皇兄将你嫁到辽国的嫁妆。就算皇兄真的出了这10万两赎你，和亲的事也改变不了。烦死了，烦死了！我不想再听到和亲2个字了，我也不会回宫的。你们要是再逼我，我就死给你们看！不，还说什么到开封府之后不让我去管他的事儿，他凭什么呀？那个时候我当然可以管啊！我在开封府，我是展大哥。看公主的意思，你之前一直都对她很好啊。小七，我和公主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公主小的时候总是找借口出来找我玩，还开玩笑说要嫁给我。我闭门不见，婉言谢绝。她就自己伪造了一个玉玺，还擅自做了一张婚帖盖了上去，这就是所谓的订婚。他这般胡闹啊！你也觉得胡闹对不对？啊！小孩之举，做不得数的。现在公主也找着了，你也可以官复原职了。想想那几日我自己一个人巡街，孤孤单单的吃饭，我自己都心疼我自己。好了，小七乖，明天你巡街的时候，我去看你好不好？小玉儿。小玉儿，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呢？你干嘛干傻事啊，小玉儿？小七，丫头，这就晕倒了，还是捕快呢？怎么这么不尽兴啊？公主你。
莫姑娘身体本来就单薄，受了惊吓，所以邪风入体，有点发烧。那王朝，去按上司的方子抓2副药，给莫补快吃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吃完药就不碍事了。公孙先生，我送你。先生，有话直说便是。展护卫啊，莫姑娘的脉象越发淤沉，血瘀于里，阳气不畅。相比出来开封府的时候，病情确实重了不少。这要紧吗？她的病情确实不太乐观，而且日后只会越来越重，甚至会危及性命。若想根治此病，必须解掉她身上的尸毒。这尸毒该如何治愈？若想治愈此病，便需奇针七叶槐花，而中原之内只有一株。在哪儿？皇宫之内。对了，公主那边怎么样？已经安排妥当。圣上应该是觉得对不起她，可以让她在外游玩几日，但务必毫发无损的带回。我正要跟包大人汇报。告辞了。这丫头到现在都没醒，你说你这是何必呢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哪知道她那么不惊吓？怎么跟你没关系啊？要不是你上吊装死，她能晕过去吗？赵宇，我的糕点，你生那么大气干嘛呀？难道你喜欢那丫头？我的事不用你管，倒是你，怎么玩都可以，干嘛干这种糊涂事呢？伤人害己，看来就应该把你送回宫里，好好关起来再说。不用人送我回去，我自己走。那个莫言有什么好？展昭帮着他，你也帮着他，凭什么他就可以无拘无束，有人疼爱？为什么我就不行？参见皇上。展护卫平身。公主在宫外怎么样？没有为难你吧？启禀皇上，公主一切安好。那就好。你保护公主有功，朕赏你官复原职。你来的正好，朕正有事找你。皇上吩咐，展某定当竭尽全力。朕想让你保护公主到辽国，在其左右护其周全，直到公主安定下来，如何？臣有个条件。你说。臣想要七叶槐花。七叶槐花，那可是宫中珍宝啊。是，这个东西对我来说，比官位更重要。还请皇上见谅。朕答应你。
刚才朕跟你说的是，你回去考虑一下，想好了再来回复朕。遵命。这些当做公主的嫁妆怎么拿得出手啊？再去挑些成色好的来。是。公主，公主母后，我不要嫁人。都这么大了，还莽莽撞撞的。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来，到母后这儿来。母后，你去求求父皇，不要将我嫁入藩邦，我才不要嫁给那个什么耶律洪基。母后也不舍得你远嫁藩邦啊。可此事已成定局。若是父皇不下旨，那便没有什么定局。玉儿，你要体谅你的父皇，他的心里也不好受啊。可他也从未考虑过孩儿的感受啊。自澶渊之盟以来，我大宋就一直被那些一地蛮貊所轻视，他们要什么，我们大宋就给什么。如今西夏跟辽结了亲，他们要女人，父皇就把我这个女儿送过去。堂堂大宋皇帝如此软弱可欺。玉儿，我听说，那个耶律洪基也是年轻精壮，而且文武双全，又精通汉学，想来不会输给我们汉家子弟啊。母后，嫁去辽国，那便是屈辱一生。孩儿是宁死也不愿嫁。您若要逼我，就莫怪孩儿不孝，不能再承欢膝下。玉儿，玉儿，不要做傻事。玉儿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陛下。千般委屈，要怪你就怪朕，不该把你生在帝王家。可是你贵为大宋公主，你有责任为父皇、为大宋尽你所有。那谁来为我呢？玉儿。公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展大哥，公主，你的脸怎么了？我和小皇叔吵架了。公主既然已经到这儿了，还是让我先送你回去吧。不，我现在回去，父皇肯定是要训我的。那展某先走了。展大哥，你是在生我的气吗？属下不敢。我昨日不是有意吓他的，只是你们回来正好撞见。我下次再也不会这样了。